我装监控没拍到小偷，却拍到对门老婆穿 QQ 内衣。他看着监控，我在想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。于是我赶紧让我兄弟起床，但没看到他，我兄弟起不来。当我再次看监控，他却带陌生男人回家，不是她老公。于是我看着视频疯狂的撸，不是因为我变态，而是这视频会是我反击的证据。几天后，我坐在沙发上玩手机。我宣布个事儿，我老婆怀孕了。为了保证她安心养胎，我制定了一份本楼住户行为规范守则：一、禁止本栋楼住户发出任何噪音；二、禁止任何形式的装修；三、禁止养狗，限3天处理掉；四、电梯碰见我老婆，禁止看手机；10、晚上9点后禁止16层住户用电梯。他老婆怀的是龙胎，哪来的脸给别人提这么多奇葩要求啊？尤其每层楼就特么2户，最后2条完全就是在针对我。从今天起，本栋楼的所有住户都要自觉遵守这个规范守则。奇怪的是，群里居然没人骂他，他们忍得住，我可忍不住。你老婆怀孕关我们屁事啊？难道这孩子是整栋楼的老少爷们众筹的？你他妈的怎么说话呢？是不是找死？我告诉你，我老婆怀孕是头等大事，谁要是敢影响她，我跟谁没完。龟儿子，你哪户的？为什么没有备注？群主，这人是我们这栋楼的吗？不是就踢了。你管我是哪个？你老婆肚里的孩子跟别人没关系，你就无权干涉别人的行为。只可惜，这种咋咋呼呼爱嘴炮的货色我见多了。对门语音把我祖宗18代问候了个遍，然后还来加我好友，但是我没理他。拉我进群的楼下大婶给我发私信，你可千万别招惹1601那家人，整栋楼的人都知道，谁得罪了他们就别想有安生日子。之前的住户就是受不了他们才搬走的。不过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来兴致了。哥们儿干别的不行，对付恶人那可太有经验了。跟这种人，我也懒得再费口舌。第二天我出去跟哥们儿喝大酒，回来后一出电梯，门口赫然出现一个巨大的酸菜缸，不用猜，绝对是对门的杰作。我径直去敲对面的门，一个满脸横肉的光头男出来。你谁呀？干什么？这你家的吧？搁外头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了？这味道也太冲了，谁受得了啊？受不了那也忍着，我老婆怀孕了就爱吃酸的，总不能放我家里熏着她吧？你要放那儿也得放你自己门口吧？你放这里我门都快打不开了。你瞎啊？没看到我这边已经放满也是空着，而且这都是公共区域，先到先得。要怪只能怪你没先占。倒是你，怎么有脸来找我的？现在已经10点了，我昨天是不是说了9点以后不可以用电梯，会影响我老婆休息？你要是记不住，用不用我把那些话打印出来贴你门上？跟这种人显然道理是说不通的。我没再费口舌，扭头就往家走，只是走到那口酸菜缸面前。我去，你有病啊！幸好地板和本人衣服上没有弄脏一点。得亏哥的门是指纹锁，我火速跳进去，外头杀猪一样的叫骂，我心情大好，全当听不见。那一缸臭酸菜，这下可算是废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他把酸菜全泼了。第二天出门的时候，一股比酸菜还恶臭的味道扑面而来。好家伙，我门上被涂屎了。我把门清理干净，并没有去找对门理论，那得是跟讲理的人才有用。跟无赖斗，你只能比他更无赖。我买了一瓶高浓度的粪臭素，无毒但巨臭。趁2口子一起出门后，我给他们门框和地垫来了个彻底的洗礼。地上乱放的10几双鞋子也没放过。2口子晚上回来的时候，钥匙开门开到一半，忽然停住了，然后夫妻俩就跟狗似的趴在门上闻完门框，闻地板，闻完地板，闻鞋子。那女的忍不住呕了几下。我在猫眼后面捂着肚子嘎嘎乐。下一秒，我的门被砸得哐哐响，连带着屋顶都震了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什么？别跟老子装！我家门口的味儿，除了你还能是谁？我家门上被人涂了屎，我还怀疑是你干的呢。是你吗？你？论力气，我可不比他小。别搁这装傻充愣，真不要脸！不知道，不清楚，不是我。行，你小子以后最好小心点儿，老子今天把话放这儿，咱俩没完。粪臭素的味道太持久，对门连着几天都是一股子化粪池炸了的味儿。楼上楼下都在议论，楼下大婶听说了我跟对门的事，为我担忧。小周，那2口子不是一般的难缠，做事情根本没底线，你惹了他们吃了亏，到时候找物业找警察都没用。我跟他们谁先受不了找物业那还不一定。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家里炒菜，屋里忽然停电了。不应该啊，昨天才交了电费。几乎是立刻我想到了一件事，大概率是对门那货给我把电闸拉下了。我赶紧拿着手电筒看看周围有没有危险的东西，然后打开门，出门去楼道里的电表箱一看，果然我这头的电闸被人拉了。不得不说，
对门这些泼屎断电的行为确实是够恶心的，让你防不胜防，又没证据。即便你抓到了他，报了警，警察顶多也就是教育几句，也不能真把他们怎么样。哪个正常人摊上这种无赖都是痛苦。不过现在他们遇上了我，痛苦和折磨的人只能是他们。怎么地？这电闸好玩呢？我去你的！你阴我！你恶意关我电闸，我是可以报警的。这么几次三番的下来，也不知道我家的电器有没有损坏。万一坏了，正好让你给我赔个新的。放屁！什么恶意关电闸？我只是想拉我家的闸，搞错了而已。不是吧？眼神这么差吗？拉错3次。老子下午在家就一直没出来，刚刚才出来。你说3次污蔑谁呢？你有证据吗？那你下次玩电闸可小心点，别让我逮到了。下次让帽子叔叔请你喝茶。半夜睡得正香，谁啊？7号楼1602，没错，就你的。哥们儿，你快点开一下吧，我这单子时间快到了。你按错了吧？这我的。不好意思了哥，线索。你半夜叫外卖填我门牌号几个意思？不小心填错了呗。咋的？这么点小事儿你不会都不能理解吧？哪天要是我半夜也不小心填错地址的话，你也要理解哈。你敢？我老婆可是个孕妇，你要是敢半夜吵我们，让她不舒服，肚里的孩子不舒服，后果你担得起吗？我没再说话，礼貌的伸手示意他慢走。过了几天，还是半夜3点，门铃又响了。你好，外卖。不用送上来，我下去拿。拿到外卖后，我先坐电梯到15楼，然后走楼梯蹑手蹑脚回了家。安静到楼道里的感应灯都没亮。回家我打开外卖，好家伙，酱龙骨、酸辣鸡胗、麻辣小龙虾、冰啤酒。光头男大半夜的吃这么好。几分钟后，我家门又开始哐哐哐响，真怕哪天把我这门给拆了。开门，把外卖还给老子！正好饿了，这顿餐真不错，谢谢招待啊。你给我等着！外卖被我吃了，我又死活不露面，他忍无可忍报警了。同志，他故意偷了我们外卖，必须赔钱。你为什么把地址写在他家？那我跟他一个01一个02，写错了也正常啊。可他明知道外卖不是自己点的，还拿走吃了。外卖你吃了？没有啊。不可能！你要没吃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有什么？他就是故意的。你动动脑子好吧，里头有什么小票上不是都写着吗？我又不像某些人一样蠢得跟猪一样。你说谁呢？行了行了，你俩别吵，既然你说没吃，就把外卖赶紧还了，这事儿就结了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开门？你那么凶，上来就一副要吃人的样子，谁敢啊？半夜点外卖，别再把地址搞错了。今天这个乌龙归根到底是你先犯的错。外卖我真的没吃，我只是每个都打开，往里加了点东西。不过你放心，也就是稍微恶心了点儿，绝对吃不死人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说清楚。老婆，这外卖……还问什么问？你不嫌恶心啊？要吃你吃，真倒霉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两口子最后到底还是没吃那个外卖，女的直接把外卖丢在我门口了。我第2天出门飞起一脚，又给她踢了回去。经此一役，总算是消停了。对面把我快递偷了，监控拍得清清楚楚，5斤装，总价值还不到30块。隔几天，我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大箱子，外包装上写着10斤装精品5J 车厘子。对面女人出来丢垃圾，凑上来看了看，惊喜不已。随后赶紧回屋招呼光头男出来帮忙。我看着手机监控，跟他们一块乐呵，也不知道两口子打开箱子，发现里头是一箱蛆，会是什么反应？我不在家，他们只好在群里开骂。你个臭不要脸的！你个没教养的东西！谁在帮他说话，我现在就去谁家门口的闹！对，谁在帮他说话，我现在就去谁家门口闹！今天我就在你家门口等，你敢出现，我让你好看！晚上8点多我回去的时候，光头男果然搬个椅子坐在我门口。就是他，你现在涉嫌偷盗他人财物，跟我走一趟吧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偷别人东西了？我没有啊！视频拍得清清楚楚，你还敢说不是你？去你的！这箱子里压根就不是车厘子，那里面是蛆，是蛆！我脑子有坑啊，给自己买一箱蛆，这明明就是我在网上买的车厘子，我购买记录还在呢。走，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光头男是有嘴说不清，他老婆看他要被带走，就差撒泼打滚了。那真是一箱蛆，被他扔在垃圾桶了，你们去看啊！警察配合他们调查了一下，但是警察跟着他们去看的时候，垃圾桶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纸箱，更别提什么一箱子蛆这种恶心的东西了。夫妻俩当然想不到，他们前脚扔了蛆，我后脚就跟着毁尸灭迹了。我手机里有购买记录，还有光头男拿我快递的铁证，他再怎么喊冤也洗清不了嫌疑。光头男当然是只能忍痛赔偿了。
拿到1000块赔偿款那天，我又买了一箱车厘子放在门口，还特意在业主群发消息，谁想吃尽管来我家拿，不要钱。那一整天我都听到对面踢里哐啷，两口子不是摔东西就是吵架。你给我等着！可万万没想到，等我回来，对面两口子又给了我安排了一个超级惊喜。一声闷响，我感觉自己撞墙上了，一抬头惊呆了，一整面通顶的木柜子，把不到2米的过道堵得严严实实。找物业，7号楼1601那家，要不您报警得了。物业一听是7号楼1601那家恶霸，连连推诿，建议我不行报警得了。你把电话给我，我跟他谈。这是老子花钱打的柜子，自己要用的，你敢拆？那你先赔我1万块再说。那么个破柜子也敢要1万，就知道这老小子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上回被我坑了1000块，他难受的恐怕晚上觉都睡不着了吧？你放心，我保证不拆你的柜子。啊，你不拆？不拆啊，你不是不让我拆吗？总之我警告了也不行，我柜子如果被你损坏一点，你必须赔。刚好我有个朋友是开装修公司的，我跟他借了2个经验丰富的师傅，花了1天时间，小心把柜门和门板都拆下来，然后如法炮制，又原样装了回去。不同的是，这次我把柜子装对面门口去了。既然他要玩，我就跟他玩到底。拦路虎终于解决，我这才发现门上的猫眼已经被砸坏了。光头男跟他老婆第2天就回来了，一看那面墙堵在了自己家门口，夫妻俩站在电梯口足足愣了好几分钟。这次他可没有理由来跟我闹了。这谁呀？怎么这样啊？向来憋不住屁的两口子，这次又吃了亏以后，竟然消停了整整1周，都没再来找我麻烦。但我可不会以为他俩真的能忍气吞声。如果说最开始他们只是看我不爽，现在铁定是恨不得嚷死我。有天晚上，哥们儿又叫我去喝酒，回来的时候路上都没人了。小区附近有条废弃的土地，我路过的时候憋不住尿，就拐进去解决了一泡。三角眼，是你？哥们儿，我身上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而且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要动手之前可得想清楚。我一点都不带犹豫的，一记飞毛腿踹他心窝子上。光头男也抡着手里的铁棍扑过来，可惜他的动作在我看来实在是太慢，我很轻松就把棍子抢过来，然后我就照着他小腿那一个地方往死里打。别打了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可是要讲法的，你想清楚了。这不是我刚刚的台词吗？我差点笑出声。我看教训的也差不多了，就把棍子一扔走了。但是回去我就后悔了，后悔对光头男下手太轻，毕竟好不容易才有这么一个打他还不怕他报警的机会。第2天一觉睡起来，业主群里热闹的，原来光头男的腿被我打断了，半夜叫了救护车送医院，闹得动静挺大，腿骨折了，那只能住院了。光头男住院的日子里，整栋楼邻居们似乎都感觉轻松不少，不用怕电梯里看手机被追着骂。还有人说，要是这家人赶紧搬走，那才真是谢天谢地。1周后，光头男出院回家了，他老婆扶着他，身后还跟着一个满头黄毛的瘦子，看那身形和那晚偷袭我的那个瘦猴一模一样。那天正好是周6，我寻思是点外卖还是自己做饭呢，门上突然几声巨响，吓了我一跳。出去一看，光头男老婆拿榔头把我指纹锁敲烂了。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反正砸坏了你赔不就行了？我给你赔，你想屁吃呢？我老公腿被你打断的事儿，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。那你这可就是血口喷人了。你老公腿断了，怎么就跟我扯上关系了？总不能因为我跟他有过节，他以后吃不下饭拉不出屎生不出孩子都怨我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他忽然暴走，像个疯婆子一样，不管不顾的扑过来就要挠我。顾及到她是个孕妇，我没使劲，只是轻轻把她推开。这女的好像却被车撞了一样。打人了！一个大男人殴打孕妇了！姐，你没事吧？我肚子好疼。别演了吧，演技太差了，大姐。光头男不知道什么时候拄着拐也出现他家门口，手里还举着手机在拍。你天天给我姐和姐夫找不痛快，他们怎么得罪你了？你欺负2个老实人，良心过得去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姐跟她肚子里的孩子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要你负责。好啊，我等着。果然当天晚上就给我整幺蛾子。我老婆怀孕3个月，3个月呀！那个人就是住我们楼里的，就因为一点小事，把她推倒在地。推完就走，看都不看一眼。视频在这儿，证据在这儿，你们看看，这还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我刚散步回来，看到光头男在哪儿演戏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推的我，我的孩子，就是他害的。你还敢出来？你看看你把人家害成什么样了！证据我都有，视频、诊断证明、人证，我现在就报警，你就等着法律来制裁你吧。先兆流产不是流产，我儿媳妇怀孕的时候也有。
除了撞击这种原因之外，还可能是胚胎本身的质量或者孕妇营养不良的原因。你们一个个看不到那个诊断证明吗？这可不是我伪造的。你要不先报警？没必要闹这么大嘛。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你打我老婆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会有这个后果？想让我别报警，那你就赔钱。那你想要我赔多少？医药费、营养费、精神损失费至少10万。如果我老婆这胎真出了什么问题，你得赔我们50万。你不赔，那我就告，我告死你！你笑什么？怕了吗？怕了。怕了，那就跪下道歉，赔钱。我怕你动手不知道轻重，进去蹲几年，你老婆肚子里的孩子就真的没人管了。但是你得好好想想，这么折腾，为了别的男人的孩子，至于吗？光头男听到后怒了，他第一反应是想打我，他老婆也懵了，为什么我知道他乱搞？你说什么呢？别动手！你放开！求你了！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你住院的第3天晚，一个高个子男人从电梯里出来，走向你家。当天晚上，我监控拍到光头男老婆穿着黑丝女仆装站在电梯口，好像在等什么人。本以为是在等光头，没想到电梯里面下来个小白脸，他老婆笑着把他带回家。走吧。第2天，两人面色红润的出来。光头男老婆像是只被满足的小猫，女仆装被撕烂，膝盖微红，应该是不小心撞的吧。又把小白脸送进电梯，颤颤巍巍的走回家去。我又在湘菜馆撞见他俩，小白脸给光头男老婆细心夹菜，出门还在门口抱了几分钟。你跟踪我！我装了监控，走廊里的，合法的那种。我有没有推你老婆？我知，你知，你老婆知。但是呢，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，我还是不忍心你这么维护她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都没见你穿过，居然为了一个陌生人，好啊！不是的，你听我狡辩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咱俩完了。赶紧滚！这房子是老子买的，跟你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然后一个行李箱被丢了出来，光头男老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走出来，看见我就站在电梯门口，眼底是十足的怨恨。我给他把路让开，特别绅士的请他进电梯。他瞪了我一眼，捡起行李箱狠狠地走了。光头男出来关门也看见了我，脸上表情更加有意思，说不上是尴尬还是愤怒，总之不是什么好脸色。他砰一声重重关上。第2天晚上我再回来，就听业主群里说1601的人已经搬走了，房子已经挂在物业处售卖。我倒是没预料到光头男会搬走，更没想到会这么快。1个月后，对面搬来了一对教师夫妻，夫妻俩来的第1天就给我送了个见面礼，轻声细语的跟我说：你好，我们是新搬来的邻居，以后多多关照。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谢谢，欢迎。偶尔我还会想起光头男这样的极品邻居，这辈子估计也很难再碰上了吧。